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的太阳系旅程仍然在外太阳系，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天王星和海王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两个行星非常相似，在距离太阳上，两个星球也是邻居，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聊。首先，在很多科普读物中，经常把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放在一起，归纳为类木行星。这种分类方式并不能算错，但是分类总让人感觉有点粗糙。虽然组成这4个天体的主要物质都是氢、氦这类的气态物质，但是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组成成分中，甲烷也占据了不少的比例。而且由于离太阳比较远，获得的太阳辐射能远不如自己发出的能量，所以它们的温度都非常低。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构型和木星、土星并不相同，因此把它们都归纳为类木行星似乎有点不妥。我注意到现在已经有科普读物把它们归类为冰巨星，我觉得这样的分类还是更为贴切。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太阳系内离太阳最远的2颗行星，其中海王星和太阳的距离大约是30个天文单位。天王星和海王星相比，离太阳近一点，但是也有20个天文单位。在它们当中，离太阳比较近的天王星是先被发现的。1781年，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用自制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移动的星星。大家要知道，在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当时的人认为，天空中固定不动的就是恒星，还有5颗呈规律运动的亮星，就是水、金、火、木、土这5颗行星。此外，还有绕着地球运转的月亮。除此以外，天空中移动的行星就都是彗星了。所以，在一开始，赫歇尔也以为他观测到的是一颗彗星，但是后来因为他持续的观测和记录，最终他确定这颗移动的星星不是彗星，而是轨道更接近于圆，而不是彗星轨道的椭圆，而且这颗移动的星星没有彗尾，从望远镜里的成像也是一个光盘，而没有彗星特有的模糊外观，从而排除了被发现者是彗星的可能。在又排除了恒星的可能之后，赫歇尔终于得出新发现的星星是太阳系的新的行星。后来这颗行星就被命名为天王星。天王星被发现之后，很多的天文学家都开始对它进行观测，还有更多的人开始了对天王星轨道的计算。当观测结果和计算结果都出来之后，天文学家吃惊地发现两边的结果对不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计算结果和观测结果不符呢？当时的天文学家提出了很多的猜想，在众多的猜想中，有一个猜想就是在天王星轨道的外侧还存在着一颗未被发现的大行星，是大行星的引力导致了计算结果和观测结果的不符。根据这个猜想，法国数学家乌尔班·勒维耶通过计算预测了这颗未知的行星的位置。1846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和助手海因里希·路易斯·达雷斯终于在预测的位置找到了这颗未知的行星。这颗新发现的行星后来就被命名为海王星。故事讲到这儿，我要插句话，海王星的发现过程正好印证了在科学上被反复强调的8个字，那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做科普节目，有的观众曾经给我留言说，相对论是猜想，量子力学是猜想，这些科学理论都是猜想，那这些猜想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我想说的是，这些理论的确都是猜想，但这些猜想大多已经经过了大量试验的验证，目前还没有出现违反这些猜想的事例，而且目前也没有更好的猜想来解释我们的现实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我们
还是要好好的利用这些猜想来为自己服务，直到发现了猜想和现实的矛盾，或者是出现了更好的猜想为止。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一直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不好意思，有点扯远了，咱们继续来聊天王星和海王星。前面讲了它俩的发现过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它俩的个头。天王星的直径大约相当于 4.01 个地球，而海王星稍小，大约是 3.88 个地球。不过天王星的个头虽大，但却是虚胖。从质量上看，天王星的质量是地球的 14.54 倍，但海王星的质量却是地球的 17.15 倍，还是海王星的质量要稍微的大一些。在组成天体的主要成分中，天王星和海王星就更相似了。大气的主要成分都是氢、氦、甲烷和重氢，只是各种成分的占比稍有不同。说到天体的内部构造，天王星和海王星也是非常相似。海王星的核心是一个大约 1.2 倍地球质量的由铁、镍和硅酸盐构成的混合物，中心的压力大概是地球中心压力的2倍，而海王星的地幔质量大约相当于5到15个地球质量，富含水、氨、甲烷和其他成分，是在极端高压和极端高热的环境下形成的超流体。这种高导电性的超流体一般被称为水氨海洋。天王星的核心和海王星的核心类似，但质量只有地球的 55%， 比海王星的核心要少了不少。天王星地幔的质量大约是地球的 13.4 倍，基本和海王星相当，也是一片水氨超流体海洋。像天王星、海王星这样构型的行星和木星与土星存在着相当的不同，在它们的构造中并不存在着金属氢这样的结构，因此有理由把它们分开，另成一类，成为冰巨星。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有这样的问题：既然天王星和海王星的构成基本相同，那为什么海王星的蓝色看起来要比天王星蓝许多呢？其实海王星大气在光谱中所呈现出来的淡蓝色，仅比天王星大气蓝色的饱和度稍稍高一点儿。当海王星和天王星的照片被拍摄的时候，使用的是不同的设备。海王星的早期照片夸大了它的颜色，使其在天王星的灰蓝色面前显得更加深蓝。后来有人重新审查了颜色，分别在2016年和2023年对海王星的颜色重新进行了调整。大家请看屏幕，调整之后海王星的颜色是不是就和天王星差不多了？但这样也产生了问题，就是没法直接从外观上区别天王星和海王星了。所以大家还是更愿意用那张颜色更蓝的照片来指代海王星。说起海王星和天王星有趣的事儿，首先就要说它们的磁场。这2颗行星的磁轴和自转轴夹角都非常大。海王星的磁轴和自转轴的夹角是47度，而天王星是59度，而且这俩货的磁轴和自转轴的焦点都没有通过几何中心。天王星的焦点偏离中心大约是1/3个半径，而海王星更狠，超过了1/2个半径，并且它们都有多个磁极。总之就是磁感应线非常混乱。可见这种奇怪的磁场是冰巨星的共同特点。应该说，这和它们内部液态的水氨超流体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海王星和天王星上还有个有趣的现象不得不提，那就是如果您到了天王星或者海王星，并且正好赶上下雨的话，那么恭喜您很可能会赶上一场钻石雨。当然，这是科学家们通过分析得出的猜想，是否和现实相符还有待验证。由于海王星和天王星都含有不少的甲烷，而甲烷分子在极端的高温高压条件下会发生分解成为碳和氢，而碳分子又在极端的高压下有可能形成钻石的微粒。这些钻石会像雨一样逐渐下沉到行星的深处，从而形成钻石层的沉积物，
也就是大块大块的钻石。目前，科学家们已经通过人造高温高压环境来模拟海王星和天王星上的环境，用甲烷制造出了钻石。因此，科学家们这种猜想的可信度还是挺高的。只不过，因为海王星的内核热量更高，因此产生钻石的现象可能比天王星还要明显。天王星和海王星虽然相似，但是也有各自的特点。海王星的第一个特点，恐怕就要算它上面的风暴了。在海王星上，有着太阳系内最强烈的风暴。在聊土星的那期节目，我曾经向大家谈起，土星上最强的风暴风速能达到500米每秒，而海王星上的风暴风速超过了550米每秒，是太阳系内已经探测出来的最强烈的风暴。这样的狂风可以让任何探测器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天王星上虽然也有风暴，但强度就要弱很多了，风速还不到海王星上的一半。要说天王星最显著的特点，恐怕就要算它奇葩的自转方式了。别的行星都是一边跳着芭蕾，一边在绕着太阳转动，而天王星却像是个熊孩子，一边躺在地上打滚，一边绕着太阳转。它的自转轴和轨道平面的夹角达到了 97.7 度，这让它显得非常另类。事实上，天王星是太阳系内唯一躺着自转的行星，而且这哥们儿自转的还挺快，每 17.32 小时就自转一圈。只不过这个挺快是和地球、火星这样的类地行星比，要是放在太阳系另外4颗巨行星那儿，它的自转就要算是最慢的了。说起天王星躺着自转的这个奇葩现象的原因，目前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猜测是在天王星刚形成的时候被其他的小天体撞击过，因此改变了自转轴的方向。同时，天王星的行星环以及它几颗比较大的卫星很可能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除了躺着自转，天王星在公转的时候，它的2个极点会交替的指向太阳。就比如在转这半圈的时候，北极指向太阳，到了另外半圈的时候，又变成了南极指向太阳。加上天王星公转周期将近84年，所以在它南北2个半球各自都有40多年持续的白昼和黑夜。说起海王星和天王星的卫星，天王星要比海王星多一些。目前已经发现的天王星卫星有28颗，而海王星则只有16颗。海王星的卫星数量虽然少，但是个头比较大。海卫一就是这些卫星中唯一能够依靠流体静力平衡形成球体的卫星。而且海卫一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海卫一绕行海王星走的是逆行轨道，也就是说海卫一是逆着海王星自转的方向绕着海王星转动。这种现象在太阳系内非常罕见，特别是对像海卫一这么大的卫星，可谓独一无二。科学家们分析，海卫一的这种奇怪举动很可能说明海卫一并非是和海王星一起形成的，它很可能来源于柯伊伯带的一颗小行星，被海王星的引力捕获而成为了海王星的卫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离我们非常遥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人类的探测器只有旅行者2号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俩，并且发现了他们的行星环。2022年发布的美国行星科学10年调查报告，把天王星探测计划列为最高优先级，计划在2030年代向天王星发射环绕探测器，2040年代探测器将抵达天王星开始探测，而对海王星的进一步探测计划还在规划中。未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类一定会争取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揭开这2个遥远星球的神秘面纱。好，关于天王星和海王星，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